嗨，大家好，我是光头，你的教练上线喽。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是休赛期 （off season）。那顾名思义呢，就是在赛季后的一个休息的期间。我觉得是之于所有的运动员，包含市民跑者，都应该知道休赛期是什么，他能做什么，在休赛期该如何进行。主要分为认识自己、个人升级、设定目标、训练分享。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在国外的职业选手啊，每当跑完一个重点赛事，无论是田径赛的5000、10000，或者是公路赛的半马、全马，都会好好休息一段时间。这无关于你是不是职业运动员，而是当你长期投入密集有强度的训练，对于身体肌肉本来就会有一定的损伤和疲劳。那我们透过休赛期的前半段休息，帮助自己的身体恢复。那当然，休赛期也不是完全休息，而是在这个期间当中，其实你可以有效的帮助你自己变得更好。那当然，也有人会在休赛期的时候发现千变万化的变化，比如说在休赛期的期间，可能忽然发福了，体能下降了。那这当然就是你在休赛期可能没有做好你的规划，所以导致了你在真正赛季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产生身体过重，你在跑步的时候可能冲击变得过大。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休赛期当中呢，我们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注意事项哈，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让自己好好休息一下。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降低我们受伤的几率，因为长期间的训练啊跟比赛所得到的疲劳的状态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透过休赛期停止训练，让肌肉获得休息。第二件事情就是避免厌跑症，密集的训练其实容易造成就是说心理的负担，所以透过一段时间休息，让心理上有一个很好的沉淀，可以避免就是说我们不想要跑步这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认识自己，我们透过休赛期让自己有时间重新审视上个赛季自己的训练以及比赛内容，然后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导推去了解自己在哪一些地方其实是可以更进步，然后哪些比赛内容是可以在下一次比赛去做修正的。那当然有一个很有趣的哦，赛季中因为我们在训练强度相对比较高的情况下，所以专项训练的同时，如果我们加入过其他的训练，可能会造成过大跟反效果。所以我们在休赛期，因为专项强度的训练减少，所以其实你是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来找寻可以帮助自己升级的方法，比如说在身体素质上，你的肌肉的能力，你的体脂肪。心理素质上，你的对抗比赛的不管是意向训练，或者是如何帮助自己进入我们的 flow 心流的状态，再来就是跑步技巧，你的跑步经济性，你的落地的能力，你的摆臂，或者是你的配速，你是不是在比赛的时候能有一个稳定的配速来帮助你完成比赛？这个时候就可以透过休赛期来补强自己所需要的。那刚刚有提到的休赛期，那什么是赛期？以跑步来说，当你投入专项训练、备战赛事开始的时候，到你重点赛事完成这一段期间，我们就叫做赛期。那以台湾跑者为例，每年赛季的秋季到春季，8月到4月之间，其实长达8个月到10个月之间的一个训练及比赛，其实是非常非常长的。那接下来呢，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个人的规划，怎么样去编排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休赛季的操作。那当然，上个赛季呢，我总共比了2个赛事，一个是12月的台北马，我跑了1个小时14分21秒。再来是3月的首尔马拉松，我跑了10公里的33分45秒。那作为2022到2023的赛季段落结束后，我给自己沉淀了一下，开始进入了自己下个赛季的功课。那首先刚刚提到的就是认识自己，因为在上个赛季我的伤其实才恢复了大概7、8成，所以我重新投入了跑步训练。月跑量大概是200到250公里，体重约62到64之间，那体脂大概是12%上下。所以训练当中，其实我脚伤并未完全恢复，我没有进行所谓的最大摄氧量以及无氧的训练，所以我整体的训练来说，都是1个礼拜只有1次的强度，那大概会搭配一些轻松跑。那在这样的训练架构当中，我发现这种1次的强度，我用乳酸阈值大概半马配速到10公里配速之间，其实对我的个人反应是蛮好的，也让我的伤没有恶化的倾向。所以其实代表着就是说，如果我的受伤脚踝在这个休赛期能够获得更好的治疗跟重建，我接下来赛季的训练如果可以增加我的最大摄氧量的训练以及无氧速度，其实我会得到更好的训练效益。也在上一个赛季，我在发现自己的跑步动作其实有蛮多的后侧链动作没有办法有效的去做到推蹬，因为脚踝跟腱的受伤状态下，其实我必须要在这个休赛期当中去找到一个好的治疗来帮助我自己去解决现在的问题。那你已经认识完自己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进入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个人升级。个人升级呢，当然就包含了你自己全身的状况，你的肌肉、你的韧带、肌腱、关节是否在一个准备好的状态下。如果还没有，那你就必须要先去治疗，把它准备好。
那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强化你的肌肉、你的体能。那5月8号开始呢，透过物理治疗师的介绍，到诊所进行超音波。这台超音波听说要500万以上，非常贵。我扫描我的腓骨肌腱的伤势，发现受伤的肌腱其实影响到我的总指骨，导致在落地稳定的过程，其实没有办法正常的发力，然后我的作用力、反作用力没有办法有效的帮助我在推蹬的时候有更好步幅的延展。因此计划就是说去打了新的 PRP 治疗，一共打3剂。那每个人不一样啊，医生是建议4周观察1次，然后目前在6月12其实已经完成第2剂的注射了。那脚踝也确实有了明显的变化，也变得比较稳定，比较没有那么松动，让我自己其实是对 PRP 的治疗觉得很有希望。当我在做治疗的过程中，它越来越恢复的时候，其实我也在刚刚提到的个人升级强化的部分，在运动的肌力训练中，我去提升了我的脚踝小肌群的控制能力，那也逐步的加强我在推蹬期的后侧链的训练，包含了我腿后侧的股二头肌、臀大肌以及我的臀中肌的稳定。我会做一些动作可以跟大家分享比如说单脚的壶铃硬举、6角杠铃高重量训练。那我也会做像罗马椅这样子背部后侧的动力训练，针对我自己比较弱的这些肌肉强化，然后让2脚的平衡状态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稳定值。那其实在这样的状态下，也是期许自己在新赛季的时候，能够透过这个阶段休赛期的训练，来帮助自己到新的阶段能够有更好的运动表现。当然呢，我们其实个人升级完之后，一定要去设定我们的目标嘛。第3件事情就是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你要设定目标。那设定目标呢，以我个人来说的话，就是我的短程、中程、长程。短程会以渣打半马1小时12分为主，中程目标会以台北半马1小时10分，那长程目标会以明年的3月全马，希望可以跑到2小时半。那当我设定完这个目标，接下来就会是对应到我的训练计划。第4件事情就是我的训练计划。在休赛季的5到7月，我长达了3个月期间的治疗来做组织的修复。这个阶段呢，我也会加上皮拉提斯的身体控制的稳定性以及功能性的训练，强化我的推蹬的能力。瑜伽伸展，增加我的髋关节、髋胯的活动。所以在这个3个月当中，其实我也同时搭配了营养师的减重策略来进行体重上调配。当我重新进入到赛季的训练之后，我的身体是一个好的状态，也不容易受伤，因为我们跑步是一个有冲击的运动，所以如果你的体态相对的在原本的赛季变得更臃肿了，那你的跑步的负担也会变得更大。那8月接下来我就会开始进行恢复性的有氧训练，预计从每周30公里的状态开始视情况一步一步的提高。那我建议就是大家刚开始恢复训练的时候，以每周10%为限来去做周量的提升，然后在每4周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减量。那这个减量其实可以帮助你身体有一个有效的恢复的。那9到11月的时候，我们会进入到半马专项的课表训练，以渣打马拉松作为一个第1阶段的检核点。那渣打半马完之后呢，我就会进入到刚刚所提到的2024 3月的全马周期。台北半马会作为这个全马课表基础期的赛事配速训练。那当然，刚刚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计划，详细的训练近况，我们也会在社群媒体，包含 Facebook、IG、YouTube 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也可以订阅我们，去看到我们最新的一个赛事的训练资讯。最后跟大家说，休赛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没有规划好的休息，比如说休息期间狂吃珍奶、鸡排，我知道很爽，但是这样的状态下容易导致身材发福，又或者是说休息期间过度熬夜，没有让身体好好的修复，反而造成更多的疲劳，这个都是我们不希望你在休赛期发生的。因为当你清楚知道说你自己设定的目标，那你就要了解自己现在的状况，你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来帮助自己一步一步的踩到不同阶段的目标。那最后你想要的那个目标，就可以在比赛当中去做到实现。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休赛期的概念啊，就是希望说大家现在在休赛期的期间，可以赶快去注意一下，已经要准备进入到8月了。那你在这个阶段，你还能做什么去帮助自己准备好赛季的开始？好，我是李汉轩，你的教练下线了。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喽，谢谢大家。